好，这节课啊，咱们来复习一下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组合。咱们先来调一个底色啊，底色咱今天还是用钛白加3绿打底。先把钛白记在咱们调色盘里啊，然后把3绿色记在盘子的旁边。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啊，因为初学者对这个调色的把控不太熟练，所以说咱把这个3绿色挤在盘子的旁边，是因为咱们需要一点一点的去给它加到里面去，那这样避免咱们调的颜色不太合适。比如说3绿过多，是不是？那咱先把钛白给它调出来一定要给它调均匀了啊。调均匀以后，然后把3绿色给它调进来，3绿给它调到里边来。你看啊，给它调成什么状态啊？你看微微的发绿啊，再来一点，觉得不够绿，然后稍微给它来上。那咱给它，你看调成这种状态啊，它是可流动式。但是像纯牛奶一样这种质地啊，它不易过稠啊。如果说调成酸牛奶的那种状态啊，咱就调稠了；那调成像清水一样的状态，那就是稀了。所以说咱调的刚刚好，像纯牛奶这种感觉就可以，可流动式。好，给它刮掉毛笔上多余的水分。好了，放到一边，咱们备用啊，放到旁边。那咱再补充一些玫瑰红色。因为这个颜料已经干了啊，那稍微给它补充一些玫瑰红、曙红加胭脂，曙红色加上咱们的胭脂啊，胭脂色啊，放在这边。好了，那咱们先讲一下啊，咱常见的花瓣组合有哪些？好，给它来上。咱们之前上2堂课说啊，上1节课学过咱们的基础花瓣是吧？有哪些？那咱给它编了个号码是1、2、3，对不对？那咱今天啊，咱就把这些花瓣花瓣和花瓣之间的组合，咱们再来复习一下。好，来滚动毛笔啊，左右去调的同时转动毛笔去调色，让毛笔的这一圈都要接触到颜色，然后过渡咱们的曙红，给它过渡上啊，笔尖稍微过渡均匀以后，然后咱们来过渡胭脂啊，水分不要太大，如果说水分大了，咱们就从笔根处给它吸走多余的水分。好了，咱差不多啊，咱给它画上。好，咱们来上咱的1号花瓣啊，咱们经常画是不是啊？咱再来一个啊，侧锋运笔，毛笔落在纸张上，你看给它往右边推的同时转动毛笔给它来上一个，是吧？往左的咱们再来一个，按下毛笔给它往左边推的同时给它捻动毛笔给它收笔，是吧？这是咱们的1号花瓣啊。那当然有大有小，是不是？那这个花瓣通常运用到咱们的定位花瓣的第1笔啊，定位花瓣的第1笔会用到这个。那咱的2号花瓣是不是啊？咱们简单的给它来上2号花瓣，你看按毛笔落在纸上，侧锋给它运笔往上推的同时，我转动毛笔也是给它来个往左往右的啊，还有就是往下的。是吧？从上面给它转下来的，那当然还有不同的方向，对不对？那还有更多。那咱先还是给它编个号码1，那这边是2，那3号是吧？咱再简单的来上一个大的3号花瓣，那咱下边去给它画组合啊。3号也是有往左往右不同方向的，那咱简单的先画上一个。大家知道知道是一个大花瓣。好，你看毛笔通常咱们给它往上来吧，侧锋运笔给它往上边，笔杆指的方向是不是花瓣的方向？
给它来一个大大的花瓣。那往右的，往右边，你看，给它推，是不是啊？再来一个啊，再去调颜色，毛笔上的颜色没有了，咱再去给它走一个。那这几个花瓣咱简单的先画上，然后再去画它们花瓣和花瓣之间的组合。那咱来一个往左的，毛笔落在纸上，给它往右上方推，推的同时转动毛笔。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不同方向的，那咱给它取个编号是3号，对不对？那咱现在啊教大家干啥？教大家把这个啊，咱把纸张稍微往上推一下，把3号啊，把1号和2号花瓣咱们来个小组合。那它们怎么组合在一起啊？它们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它们有什么关系？为啥要把它给组合在一起？那咱给大家去展示一下啊。笔尖过渡胭脂，你看，咱通常在画定位花瓣的时候啊，咱在这边给它画一个啊。那咱画定位花瓣，我毛笔落在纸上，给它推，是吧？推的同时捻动毛笔，给它收一笔。那这边我要不要给它再来一个，对吧？给它压过来。那这是咱们的1号，是不是啊？1号花瓣啊，这是咱们的1号花瓣。那咱通常咱们在它的下方啊，我会给它来上一个2号。那你看，我毛笔落在纸上，捻动毛笔，给它往上来，是吧？它俩组合在一起啊，这是1加上咱们的2号。1号加上咱们的2号，那它是啥原因？那你可以在这边是吧？我再压上一笔，再给它出来一个，对吧？那这个位置，毛笔落在纸上，我再给它画出来一个。那这是1号花瓣加了3个2号花瓣，它是啥意思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它相当于你看上面，咱们给它开出来，是吧？有一个花瓣，在这个位置上，旁边咱又给它出来一个，是不是？旁边又出来一个，那它在它的下方啊，它有一个卷上去的，你看啊，明白吧？那这个就是2号啊，卷上去，从正面给它卷上去。比如说咱这个啊，咱举个例子，那这个是这张纸是一个花瓣，那咱所看到它卷上去的，就是这个面积，明白了吧？啊，这个面积啊，就是这种感觉。那它在它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啊？咱又给它来了一个卷上去的，是吧？正面的。那在它的下方又给它来了一个，对不对啊？那它是这个关系，这是1号啊加咱们的2号的组合。你看能不能理解啊？通常咱们会运用到正面花瓣上。那咱们的2号花瓣啊和3号花瓣常用的啊，咱们简单的再给大家去画一下。好，先来调颜色，毛笔给它调上咱们的玫瑰红过渡，然后曙红，一定要把2个颜色啊给它过渡均匀，2个颜色给它调均匀了，然后来过渡胭脂。你看啊，笔尖给它稍微加强，水分大了一定要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走。那再来一个2号花瓣。那从这边你看啊，咱毛笔啊侧锋运笔给它压过来，是吧？我给它来了一个2号啊。那咱这个3号花瓣，你看我给它按在纸张上按下一笔，然后咱接着去给它推，是不是啊？我给它再补充一笔。那推出来，你看它是一个卷上去的啊，它类似于一个大花瓣，给它表现出来，是吧？那这边它的边边可能给它卷上去一部分，你看啊，给它压过来，是不是啊？它的线描结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花瓣，旁边的那它这个是正面的卷上去了，那它这个是边缘给它卷上去了，是不是？那它这个是往右边啊，咱的方向是往右边。那咱说了，练花瓣啊，咱们也要不同方向的都要给它表现出来。那咱们给它来一个往左的啊，往左的啊，往右就要往左，往左还有不同的啊，往下往上，是不是？那还有很多啊，笔尖给它加强。
过渡咱们的胭脂，你看啊，给它调出来，然后画了一个，咱再对着它啊，咱跟它做对比啊，咱们在这个位置上，我再给它来一个往左的啊，那你看，哎，毛笔落在纸上，哎，侧锋运笔往上推，是不是2号花瓣？那咱把这个给它写上，哎，咱这个是2号加上咱们的3号的一个组合，是不是啊？是不是就等于它？那咱这个侧锋运笔，哎，毛笔落在纸上，哎，给它往左边上方画弧，哎，给它压一笔，是不是？那这个小卷瓣啊，它是往咱们左边，那它这个是往右边，对不对？它两个是对着来的啊，它两个是对着来的。那咱通常啊，你看这个我是顺势再去给它填的时候啊，去画3号花瓣的时候，我在这边哎给它来了一个小缺口，是不是？自然而然的给它形出来啊，给它切出来了一个小花裂。那你看这个位置啊，咱不够重，是不是啊？咱去给它强调。那这个咱们圆圆的，哎，就给它画上去了，对不对？这个边缘啊，咱圆圆的给它表现出来了。那如果说大家想给它画个小缺口啊，小花裂，咱们叫花裂，那你可以这样。哎，给它哎压上一笔，哎给它哎切下来，是不是啊？给它自然的切下来啊，那你也可以哎这边再来一笔，对不对啊？这边再来一笔，你给它自然一点。那老师这边我不太喜欢，哎，那咱可以再给它加上一笔啊，去丰富它这个花瓣的层次感啊，都没有关系啊。这你看往左往右的，那它还有不同方向的，那比如说哎毛笔压过来，哎我在这边再来一个2号的。是不是稍微给它变换了一下啊？它俩组合在一起，那咱去调颜色啊，笔尖过渡胭脂色。那我从这边，哎，我毛笔给它推，哎，给它画弧，哎，压上一笔。那你看，哎，切个小花裂，哎，小一点的，不让它太大，是不是？那它俩又结合在一起了，对不对？啊，2个啊，2号，哎，这个也是2号加3号的一个组合，哎，它两个哎乘以2，是不是2组啊？2组哎给它结合在一起。那当然还有更多，是吧？那不同方向的，那比如咱往下来的，哎，侧锋运笔，让它往下来一个2号花瓣，是不是啊？往下来的一个2号花瓣啊，咱对应它啊，我去调个颜色。那这是2号和3号的组合，也是在咱们绘画牡丹当中啊常用到的一个组合，用的比较多的运用的比较多的，所以说咱多画几次啊，多画几次。那你看这个是不是？我把毛笔落在纸上，哎，一点一点的，哎，咱给它哎再来一笔往下推，你看是不是啊？咱给它推出来一个花瓣，哎，切个小花裂。哎，再来一个可不可以啊？你看它是不是不同方向的啊？这个也是2、3号的组合，对吧？那咱可以哎，在它的旁边是不是？哎，我再给它哎来上一个哎捻动毛笔，哎，我往这边来一个，是不是啊？往这边去推啊，这个位置。好，咱再去调颜色啊，玫瑰红色。滚动毛笔去调啊，然后曙红过渡，然后胭脂，对吧？给它调上啊。那我从这边，你看，哎，毛笔落在纸上，哎，接着给它推，哎，给它推过来，你看看小花裂，你也可以不给它切花裂，那它两个又组合在一起了，对不对？那这个叫什么呀？这叫2号、3号的组合。那咱还可以给它组合更多，是吧？我在它的这边，我要不要再给它来一个？那你看顺势，哎，咱就给它哎推出来。那你看是吧？不同的咱们都可以给它组合在一起。2号、3号、1号、2号，是吧？给它交错着去组合，那3号和3号也是咱们常见的组合之一。好，咱接下来就去给它画3号咱们在空白处，3号和花瓣3号通常会运用到什么呀？会运用到咱们再去调整外形的时候在调整整个花头外形的时候，会用到3号花瓣组合的情况比较多一些。
那咱现在去调一下颜色，给大家去画咱们的3号和3号的之间的组合。那首先咱们3号因为都是一笔成型，是不是？咱之前也讲过一笔成型。那咱来接着来。那你看我这个花瓣，哎，我毛笔落在纸上，哎，我去给它推，是不是？咱通常推出来一个大花瓣，那这是一笔是吧？咱就给它画出来了。那咱再来个小的3号，可不可以？哎，我毛笔落在纸上，哎，给它推小一点，哎，给它来一个。那你看它这样的一个花瓣，不光加大了，是不是？它还丰富起来。那我在旁边要不要再给它加一个3号，对吧？是不是？那这是3号和3号的你看，单纯的拼凑的3号和3号的小组合。那咱写上3个3号的组合，是不是？3乘以3等于它，3乘以3等于它，是不是？那好，咱们再来一个那它怎么去组合在一起？这只是加大它的花瓣，丰富它的边缘当然咱们不同方向都可以去画。跟大家讲一下它是怎么去叠加组合滚动毛笔去调曙红、玫瑰红加曙红加咱们的胭脂色，一定要把颜色过渡均匀给它调的润润的。好了，咱们在这个位置上，你看我毛笔落在纸上，我画一个往咱们左边开放的一个花瓣，是不是？那我在它的旁边我又给它加上来，对吧？又给它加一个。那我可不可以在它的这个位置上我再给它推过来一个，是吧？我这边我给它压上一笔。那它2个花瓣是不是2个大花瓣结合在一起？那咱怎么去画它下面的层次下面的层次我再接着去给它来上过渡咱们的玫瑰红，滚动毛笔去调。看给它来上过渡，然后胭脂加强。好了，我想在它俩的中间，是不是给它错开去给它推，给它推出来一个花瓣。这边咱压上一笔，给它补充上，是不是这样去给它画。那它上面你看我可不可以给它切个小花裂，是吧？小小的花瓣的小缺口，咱给它表现出来是不是花瓣和花瓣之间的组合？那我在它的这个位置上我又去给它推，对吧？那又给它来个小小的小花裂，那咱可以给它衔接上，画一个大一点的，对不对？那这是3号3号加3号的小组合再加一个3号，是不是？那当然还有特别多那你接着往下去加，是吧？会有很多。那你看咱们要练习的是把这些花瓣和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组合，咱们要多练多想象一下那咱今天你看这2个画在一起，老师我可不可以画3个可不可以画一个朝这边呢？可以画朝那边的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大小去多加组合、多加练习多加组合、多加练习，明白吧？那咱今天你看2号花瓣呢，说过用的比较多，那咱在这个位置上再给它加强咱们再复习一下。那咱画的这个卷瓣咱们给它取个名字叫卷，是吧？卷瓣。那它这个你看是不是都是一边卷单边卷，是不是单边单独的一个边缘一个边边去给它卷上。那咱接着老师在这个位置上给它画一个两边卷两边卷，咱找空隙去给它画。那一边卷的是吧？那两边卷的会不会？那它咱常用到咱们的下方的花瓣往下垂的时候通常会运用到。那你看两边卷咱们来一个往咱的这个方向。那你看我毛笔落在纸上侧锋运笔给它来一个两边卷给它按下毛笔给它再走一个，是不是两边卷了个边边两边卷了个小边边？
那我想给它出来它的里面的那个花瓣怎么去出啊？一定要把颜色给它调的润润的啊，颜色给它调的润润的，毛笔去过渡，曙红过渡均匀，然后咱们的胭脂滚动毛笔去调，然后咱去给它加上。里面最重是不是？咱去给它调上。我按下一笔，那咱边缘去给它推，给它推过来，是吧？我把这个给它衔接上，那给它推出来一个花瓣。好，咱颜色没有了，再去补充一下啊。曙红色，然后胭脂过渡，过渡好以后。接着去给它填上，毛笔笔尖够重，是不是？那咱接着去给它往这边去给它推出来，你看看，小花裂一切，这边我在这个位置给它切出来。那你看这个花瓣它是不是两边卷出来的，对吧？那咱给它画出来，那你看，它的是这个位置，给它缺口，给它表现出来。这边小的给它压过来，卷上个小边边，对不对？那这个花瓣去给它表现，对吧？这是它的一个线描结构图啊。那它这个叫什么？双边卷双边卷，对不对？像咱们这个就是正面卷上去的，对不对？那不同方向一样可以给它画出来。那有朝下的，有朝上的所以说咱们练就是练这些花瓣和花瓣之间的组合也就这么多就这么多。那一定要多加练习一定要多加练习。那还有就是咱看一下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这个花裂在切花裂的时候，咱不要给它切的均等花裂咱写在这个位置上，切花裂。这个笔切花瓣的小裂痕，给它切花裂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不均等不要给它均等。啥叫不均等？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小口子你看这样咱举个例子，给它来上。那不要把这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这种是错误的。那咱就让给它自然一点，我这边给它来上一个，是吧？这样去给它表现出来这种是对的自然一点自然一点。那它可能这个小缺口大一点，是吧？那这个给它来个小的，那么不要均等去给它切自然，要保证咱们的自然，是吧？自然。这个是切花裂切花裂需要注意的。那还有就是咱们再去填2号加3号的这个花瓣的时候咱可以一笔给它画出来，也可以分好几笔给它推出来不要怕不要担心。老师我一笔画不全，是吧？我毛笔没有那么大，那没关系，那咱就分2笔给它画，是吧？分2笔给它画，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大花瓣我一笔给它推了一个小的，然后我再给它补上一笔，这边再给它补上一笔，是吧？2笔3笔都可以。你看是不是？那咱就是复习了咱们这些花瓣与花瓣之间的组合也就这么多，也就这么多。那咱下边下堂课咱接着给大家讲啥？讲如何去把这些花瓣组合画成一朵牡丹花。那咱牡丹花分为几个步骤去画。好了，那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